欢迎我们的挑战者 Jason， 耶！帮帮卡，请上菜。英美袋子，这样我来记啊。回去吧。觉得你是真的是镇定了，假镇定哎，现在是什么料都没有了，这里只有盐而已吧。到底平平无奇的花椰菜之战，谁会胜出？恭喜 Jason！ 我是选择 Chef James。帮帮卡，请出菜。该不会把这道菜变成南洋菜吧？有可能哦。就是煎加论。比较起来，八煎味道会更明显。所以这么是，如果说在他那边做的时候啊，和在这里啊，分别有差吗？这边不熟，我第一次下来了。同个擂台，两边完全不一样的战火，马上成绩揭晓。恭喜詹姆士手刀成功。新系列的3把刀将会公布擂台榜单，让大家一览赢得最多把刀的挑战者。而这位赢得最多把刀的挑战者呢，将会进行一场终极考核，证明自己的实力，争取王者头衔。让我们来看一下擂台榜单。在我们擂台榜单出现的是 Jason， 他赢得的是1把刀。接着下来还会有谁会在榜单上留名呢？我们拭目以待。好，让我们来欢迎新加入的评审 Daniel。那 Daniel 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博客嘛，所以你的这个博客是 Daniel's Food Diary。对。哦，那你平时都常常到处吃吗？对，到处吃，天天吃，吃了15、16年了。哎就在写文章。你最喜欢的料理是什么料理？新加坡小贩美食为什么最好吃？因为它有一种地道，一种很淳朴的好吃。哦，其实我知道 Daniel 哈，在上个系列你有当过评审吗？上一次我是当英语3把刀的 Final Showdown 的评审，蛮期待的。好，还有欢迎我们的下一位评审 Lin， 耶。先问一下詹姆士啊，上一回啊你就下来擂台拼了一下，其实蛮喜欢的，而且那天收工之后，晚上整晚都在想，该怎么样可以让它做得更好，还不够好，还是有点凌乱的，因为毕竟第一次。是。那 Chef Neil 还有 Chef Dio， 你们都没有下过场吗？对，会期待下来吗？期待。真的吗？那后面的徒弟们记得哦，就让师傅下来。师傅们非常期待要下来这个擂台跟挑战者比拼，但是这位挑战者到底有没有这个能耐，可以让他们下来挑战呢？我们来欢迎下一位挑战者。烹饪就像会计，他们都需要精准计算、分析、评估。对我而言，每道料理就像一个方程式，每种烹饪技巧就像施展魔法，而餐酒搭配更是将美食的趣味推向极致。抱着 Be Adventurous 和 Keep Trying 的理念，我来3把刀跟大家分享我努力自学、深入研究的魔法方程式。我是玩转数字，也是玩转风味的会计师 Dylan 庄秀凯。欢迎 Dylan， 那 Dylan 也带了庄妈妈来哈。对，那庄妈妈其实是你的军师吗？算是啊，就从小就教我一些基本的东西。哇，对，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我是会计师，就喜欢吃的会计师，从我的体型看得出来。所以喜欢吃就自己开始烹饪。也算是，然后其实，在后面接触到一些像是 whisky 跟那个葡萄酒的文化过后，然后才慢慢延伸到现在的兴趣这样子。哎，刚才你说你就跟这个酒类有一点关系嘛？对，是在什么时候？其实是在pandemic 开始的时候，2020年就看到一些 whisky 大师的一些介绍，才开始认识到怎么样去做一个正确的品尝的动作。哦，对，经过这一些的网上学习，然后在解封的那一刻，就是刚好遇到一个葡萄酒的专家，然后跟他请教一些关于葡萄酒掺搭的一些东西。哦，那妈妈在这里扮演什么角色？就是启蒙了就是煮了好吃的，然后帮我一起吃完它。哦，所以妈妈，你觉得儿子煮的你的比较好吃，还是他的比较好吃？当然是我。但是我们这里做了这么多大厨啊，你认识哪一位？还是所以都认识？都认识，这最崇拜就是詹姆士。有。好，那谢谢庄妈妈，谢谢，今天是来特别支持他的嘛，对不对？对，要支持他。谢谢你。谢谢现在有请你到后面观看哈，谢谢。谢谢。今天还是要问你一个非常的重要的问题。第1把刀，你想要挑战哪1把刀？
其实这位厨师的话，他是我很久以前我学的第一个 recipe 的，就是来自于这个 chef。三位师傅都有写过食谱。对，有缘看到第一份的话，其实就是 chef Eric Dio。哦，所以你看到他的第一份食谱，对，但是你要挑战他的话，你一定要先过他徒弟那一关，你知道吗？没问题，你有把握？有。非常好，我就喜欢这样的信心。对，好，徒弟请接招。小翔，又是你了。我让你知道，他把关的时候是很少输的，只输过一次。所以你要加把劲。对，但是你要选一些食材他不熟悉的。好，请问你的主食材是什么？我的主食材是小墨鱼。哇哦，baby squid。在我所知，他是西餐厨师。像小墨鱼在他手上，可能他会不了解怎么样去煮到它应该有的口感，跟提出它应该有的味道。其实小墨鱼也是没有什么机会处理到。 OK， 不要给你太多时间的去想。我们现在就问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吗？好了，请备菜。我一个一个处理不是天亮。给我想一下，给我想一下。想到了吗？啊，凉拌小墨鱼。泰式。其实我根本没有一个概念我要煮什么东西，我只是想到什么我就拿什么先。像这里有沙拉菜要吗？拿去做沙拉就好了吗？可能我要用这个香菇，这个香菇很漂亮。因为很新鲜哦，在本地种植啊，他们送到啊各大超市啊，就非常的快，很方便。还有什么吗？看一下啊，拿多一点不用紧的。拿几粒蛇肉啊，叫你拿就对了嘛。还有粒，我拿辣椒干。够了，确定够了。到目前为止啊 ，Dylan， 你算是蛮镇定的，你会紧张吗？还好，其实，在厨房里面的话，就好像找出不一样的我。真的哦，大厨下来的时候，你看他们现在样子都很镇定嘛，他们一下来的时候就感觉完全不一样。应该是尤其当时间跑动的时候啊，真的就不一样。所以你要感觉一下啊。可以。你的烹饪时间45分钟，好，他的烹饪时间35分钟，计时开始，来，加油！墨鱼的话，你会常处理吗？会。其实墨鱼呢是一个蛮常见的一个食材，在平时的生活里面。OK， 所以你现在是要把这个杏仁给它烘，对，烘的稍微熟一点，让它的里面的油可以 extract 出来，再等下 blend 的时候会比较香一点。OK， 你刚才说你家里常常吃小墨鱼吗？还是墨鱼？墨鱼、小墨鱼都有。不过小墨鱼的话，它遇到季节，它的味道会比较好一些，就是年头年底那种季节。哦，你对墨鱼的认识蛮多的耶。其实小墨鱼这个食材是我父亲非常喜欢的一个食材，从小一直吃到大，就是看到它就会想到我父亲的一个食材。他跟他爸爸这从小都感情非常的好，因为他爸爸走得很突然啊，所以这一场比赛一定要拿那个小墨鱼来煮，就怀着纪念他爸爸的那种成分在里面。你住哪里啊？柔佛州的笨珍，笨珍，著名海鲜圣地。哎呦，是我们常常去到马来西亚买海鲜，都是去笨珍买的。对它的斗仓特别好。对，像张博士，笨珍你知道哪里吗？东南亚最南端的上面18公里，就是马来西亚的一所以它个。的海域是在赤道那边。算是，不过海床是黑泥土，所以其实那个海鲜的口感会稍微甜一些。因为一般在台湾来说，入秋一直到冬天是海鲜比较好的时候，因为它的油脂会比较丰富一点。是我们比较看的是繁殖期。对。这个的话就是酱汁的部分，先把它混在一起，等杏仁烤了之后再放进去一起。你刚刚倒进去，最后那是什么？橄榄油。所以你里面有什么？番茄、杏仁、薄荷，这是来自于西西里岛的一个传统料理。哎，你怎么也对西西里有认识嘞？因为其实，在学这个葡萄酒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从外国来的酒庄老板，或者是一些出口的负责人。刚有一个西西里岛的酒庄负责人来的时候，跟他交流，他就跟我说：“哎，其实你可以做这个，其实很适合本地的海鲜。”对。所以你会用什么葡萄酒来配搭这道菜？智利雷道贝利的这个葡萄酒，然后它的葡萄品种是 Sauvignon Blanc，可是 Sauvignon Blanc 我们常知道的，它都会有一个辣椒或者是说
灯笼椒的气息，所以你也看到我这边也是有一个辣椒，所以其实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风味上的一个结合，然后这支酒的话，其实它还有一些像是黄梨啊，一些亚热带水果的一些气息，所以它的酸度啊跟它的香气是跟这一些的食材的结合在一起的话，会相辅相成、互相加分的那种效果。哇哦！我看到迪伦的刀工啊，我真的很奇怪，为什么一个考登能切东西切到好像一个很专业的厨师？这个方面呢，我已经很 surprise。平常都会去上红酒课吗？是啊，去考那个 WSET 这个红酒的课程，然后现在的话是 Level 3的学生。哇 ，Level 3啊，可以做 som 了，还不可以，它只是知识型，它还不是实战型。差不多啦，你应该是很多知识了。没有错。对，因为你说了那么多，我也听不懂。改变不止你听不懂，我们也听不懂。对，听不懂吗？那你会计师呢？会计师是他的娱乐，会计师是娱乐。对，会计师是娱乐哦。主业是品酒。OK。现在是炒香这个北葱，等一下是把它加进我的 cooking cream 里面，当做一个跟主食材的一个搭配。OK， 那我想问的，那个时候你看到 Chef 丢他的食谱吗？对，你跟他学了什么 ？Teriyaki Chicken 的一个食谱，可是我只学了它的酱汁，因为他煮鸡肉的过程你不喜欢吗？没有，因为鸡肉它是炭烧，所以只能做它的酱汁。反正是那个酱汁让我很惊讶的，原来可以这样做。所以煮出来还理想吗？非常的好，非常好。那时间还剩下35分钟了，少过1分钟的时间，Chef 想就要下来了。其实小墨鱼烹饪时间很快的，所以我很期待看你45分钟里面，有做什么 magic 出来，因为应该是配料啊，还有那个 side dishes 会用多一点时间吧。是的。加油 OK， 还有 Chef 加油！有，加油！欢迎！耶，加油！Chef 讲一看就好像你要煮这个西班牙餐呐。对，你这西班牙餐有什么特色嘞？我以前跟过这个西班牙师傅学这个 potato espuma， 所以今天我要做这个 potato 的 espuma。对 ，potato espuma 是什么意思 ？mashed potato，but then 是比较 foamy 跟比较 creamy 的一点点。OK。为什么是西班牙呢？他们是用这个橄榄油去煮它的。所以我有挺多的这个橄榄油。那你不担心，如果说邦巴卡出来把你的橄榄油拿掉的话，怎么办？这样我应该不要讲先了。这样我这样都去那边了。好，其实处理小墨鱼肉会难吗？我说实话，真的没有什么处理过这个小墨鱼。其实煮小墨鱼相当困难，时间把握不好的话，它会变得比较硬，没有那么松软。有人会说它的质感像塑胶啊，是 rubber band 这样，口感就不好。对，时间剩下32分钟了。是的，让我们，Chef，你开火了吗？请熄火。那敲钟就是说有邦邦卡要出来了。对，很期待。我知道你担心一个，我担心什么？不能拿掉你的油。其实很多东西都不能拿掉，拿掉的话全部都完蛋了。真的吗？这里你全部都会用啊？我没有拿多余的东西啊，需要用的才拿来用嘛。刚才我好像在后台有听到师傅说拿这个，是吗？要拿吗？我拿辣椒干。够了。辣椒干。小辣椒好啊。到你们小辣椒好啊。师傅说小辣椒好。小辣椒有，拿了，去拿了，全部都有用的。真的确定？真的确定。你全部留到这边，你给我煮到完，我全部用。OK。好 ，Dylan， 你想要什么样的邦邦卡？拿掉食材的部分。你可以先让我知道，如果拿掉食材的话，拿掉什么最重要？拿掉水咯，汤咯，你就是不要让我知道。香菇你拿掉咯，很重要那个香菇。对，所以就是刚才你说的全部都不要拿掉。好，我了解。好，我们现在马上有请邦邦卡，请出菜。A、B、C， 你的选择是？还定选 B 的。我的选择是 B。我都知道，他喜欢 B， 他车牌都前面都是 B 的。好，你就是想要拿掉他一些食材，如果可以的话。好，我们现在马上来看看邦邦卡 B 是什么。FOMO。我们现在马上来看看邦邦卡 B 是什么。FOMO。
FOMO。Lin，你知道什么是 FOMO 吗 Fear of missing out.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拿掉一个东西嘛。 No, you could be FOMO. So you sitting here, you FOMO, you waiting to go down. 哦，是吗？随便。哇，哇，这给拎得到哦。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你这里的食材，所有都要把它用完。用完了，用到了，用到还是用到我有点吓到，如果用到完那个辣椒就完蛋了。对呀，平时我都会拿多几样这个菜防这个帮帮卡，哪里知道今天这个帮帮卡是叫我把全部的食材用到完。我知道大厨们呢都非常担心 fear of missing out， 怕我们把你的这个食材给拿掉，所以我们制作单位非常的贴心，现在就加入2个食材加入你们的料理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这2道到底是什么。左边这个，有竹笋啊，竹笋是我觉得挺致命的。如果你喜欢竹笋的味道，你就喜欢；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可能就味道很难搭配啦。第2个，白眉豆，对，有问题吗？这个要煮到它熟要一点时间呢。反正你有32分钟，我有32分钟而已嘞，没有问题的啊，反正我还有这样一堆东西要煮啊。记得哈，东西用过了就把它放在这里， OK 所以我们待会儿要核证一下的。 OK，时间继续跑动，加油！哇，这个竹笋味道很香哎。那竹笋跟这个白眉豆加进来的话，对你的菜会有影响吗？会啦，一定会呀。为什么因为需要很多时间去想一下这个东西要怎样煮。 ？OK，Dylan， 是的，在做酱汁吗？这个是等一下的香油，等一下淋在你的墨鱼。对，这个香油的味道应该是要怎么？它是比较多 rosemary 的一个浓郁的香味，然后它其实是让它的 cream 它更加多的层次。 OK，Chef， 白眉豆怎么处理？先煮先，剩的再想，慢慢再想。能多久是多久吧，现在这个时候。所以通常白眉豆需要煮多久？一般都要超过半个小时以上，最少。可能可以搅成粉啊。其实我可以把那个白眉豆放进那个薯泥里面，然后拿去打。可是我觉得，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就吃不到那个白眉豆应有的那个口感。煮这道料理小墨鱼哈，其实备菜是蛮花时间的。对，因为那个墨鱼很快就应该熟了。入味很容易吗？其实是看你的那个配料的味道，它本身就有咸味了，你要它入味，除非你要煮长时间，可是它是不耐煮长时间。哦，对。好，我们来看一下 Dylan，你这边进展如何？现在在准备增加口感的部分，是用切好的杏仁，然后加一点辣椒碎，还有一点盐。你这个是 Parmigiano Reggiano， 意大利的中部的一种 cheese， 是用来熟成比较多，因为我们要拿到它里面的黄梨啊、芒果啊的香味。哇哦，对，尤其是像这种 age 过的会更加好。 OK， 我好奇是你准备这么流利哈，你这道菜煮了多少次？这是5次，但不是因为这个比赛的练习啊，平常就有做了吧？对，平常都有做。然后他们的反应是觉得很特别，就是很少有吃到这样子状态的小墨鱼。对。Chef 翔，你准备的怎么样啦？还在准备中。哦，你都切好了。我这里看到你有 gelatin 哎呀，你要做什么？这个就是我的头痛的地方。怎么说？这个本来是要拿来做 espuma 也是的，我其实要用多一支这个 espuma bottle， 就把那个优乳的那个 emulsion 做成一个 foam， 可是我只有一支而已，所以做不到。比如说，你觉得会跟这个竹笋搭吗？可以啊，因为它是海鲜嘛，它有酸性嘛。你确定这个竹笋有酸性吗？竹笋不是墨鱼有酸性，应该是油酥有酸性吧？不要问他，现在有一点乱。所以酸性应该是油酥有酸性，呀，油酥有酸性，跟墨鱼很配搭。对，跟墨鱼。但是这个竹笋怎么跟油酥配搭嘞？可以的啦，这样吃下去啊，这样餐这样吃下去就不知道了啊。哦，对，也不用管它，不用想太多，应该是没问题了。那詹姆士，你对这个笋有认识吗？这个是泰国笋吗？贵竹笋，它有泡过是酸的，有点像酸笋那样子。是吧？罐装的就是像。对，是罐头。罐头的。罐头。那这种笋的话入菜，你觉得会有影响吗？可能罐头的味道先稍微去掉，再放进去，然后取代一些酸的味道进来，是搭的。OK， 时间剩下17分钟，17分钟时间够吗？够。所以你现在是在收汁哈？是的，就是把那个红酒把的味道去做更浓缩的动作。 OK， 这个酱哦还没有炒，等一下会下去。等下下来这边炒。对。
加在这里炒的话，它会有什么特别的效果吗？它会比较容易吸进那个小墨鱼里面，因为它本身因为杏仁的关系，它的粘稠度已经有在那里了，所以它也不需要再炒得更香或者更加收汁什么。 OK，Chef，您这边如何？ OK，白梅豆应该来得及熟已经开始软了啊，80%， 80%了。过滤吗？没有，就拿起来。 OK。那你的小墨鱼有处理吗？先洗一下，然后我打算要炸，就要给它尽量越干越好。Dylan炸什么东西？这个是西米脆饼，为什么选择西米脆米？会比其他的脆饼来的更加的有口感。哦，时间剩下12分钟。是。哦，这块牛油很大块哦。哦，用一下来。没有时间切了啊。哦 ，OK。我先把大葱跟这个令先拿去炒一下先。 所以这个竹笋你没有预先处理过吗？然后我会放进我的那个牛奶里面，用牛奶拿掉那个腥味。Chef Bang，像中式的话，要把这个味道给处理掉的话，是用什么方法？我一般会加点醋吧，然后下去再煮过了以后，然后放水给它过滤了以后，热水冲煮的话2轮，这样大概就会去掉那个腥味。OK， 你看加的是什么东西？竹笋呢？我就这样泡一下就可以了。呀，但是小墨鱼还没下啊，还没，要加油了。8分钟。哦，你这边小墨鱼已经下了哦。对，已经要好了。好了，太好太好。Chef， 你这样子的小墨鱼不炸了？我2种啊。哦，你们又做2种？呀，一种炸，一种不炸。呀。所以现在是中西合并吗？啊？中西合并吗？什么？中西合并？中西合并？再找筷子。时间剩下5分钟，就来核证一下，基本上都用过了哈，差不多了。番茄呢？番茄在里面，在里面。OK。我记得詹姆斯就说有给他一个建议，你说剩最后5分钟，对，就要开始摆盘了。对。现在已经剩下4分钟，你都还没有开始摆盘。我很久没有手忙脚乱。其实我平时煮的时候都会按部就班，想要煮什么煮什么。可是刚才的话太多东西了。白梅豆已经加在这里了哈，竹笋也加在这里了哈。呀，全部在里面了。OK。还有一点点缀哈，哇，漂亮。剩下3分钟。所以 Chef 想，现在剩下最后一个步骤就是你的炸小墨鱼是吧？我还有2、3个步骤。这张棒棒卡有帮到我在时间方面，让他处理了更多事情。加油！几分钟？2分钟，不是还有2分钟？你有120秒，很多。其实刚才我丢进去油炸，我就知道我做错了，因为我是根本拿不到那个脆度的。时间剩下1分50秒，快点！我炸的那个墨鱼可以脆一点点，可是因为那个油温不够力，后面就用了那个火枪烧一下，给它有那个香味。剩下1分钟。可以1分钟来得及的，没问题。哇，Dylan，我很喜欢你倒那个酒的型啊，那个手手势酒，哇，很 professional。哦，是吗？你看他的手一直跑出来。对。所以你的步骤都做好了。是的，完成。味道方面的话，算是蛮完整的。跟这个 Chef 相比的话，我觉得胜算还是有的。Dylan，加油，你一定会成功的。OK， 爸爸也会很想品尝你煮这道菜的味道，加油，很棒。10、9、8、7、6、5、4、3、2、1，时间到。我觉得今天我可以做得更好，可是我没有达到我要的那个标准啊。因为从未看过他在擂台下厨煮饭的时候会流汗的厨师啊，今天汗流浃背，非常期待你这个成品的味道到底是怎么样。首先我们要先试吃的是 Dylan 的这道菜吧。Dylan， 你这道菜名是什么？特拉波尼青酱小墨鱼与9葱奶油还有西米脆饼。吃法的顺序，用奶油佐小墨鱼，先吃了1口，然后再吃1口这个脆饼。再补多1口小墨鱼，然后再配合这个酒。2位的摆盘都相当的好看，可是我要说 Dylan 他的配角 Sago Chip 占据了整个盘的大部分，所以我希望可能切小片一点点，让主角就是小墨鱼更胜出一些。了解。这个还是我们第一次哦，
平时还没有吃就已经因为我是博客，我要先看的。OK，我觉得有把我带到了意大利，然后这个酒配搭的特别好。本来我以为你会连那个番茄的汁啊，会收汁一起下去，可是你没有，这对我是一个惊喜啊！你这个酱汁品尝了以后，哎，达到一定的效果。 Thank you, chef。酒跟这个酱汁的搭配，它又有这个所谓辣椒，有点像是子母食材的感觉，有点原汤化原食。但是相对它又有一个对比，你的 sauce 是很 creamy， 但是不是很浓重的 creamy。那再搭上这个白酒下去，它更显着你嘴巴里面的清爽感，是设计很棒的一道菜。Thank you, chef。听了丹姆斯的评语后，我对我儿子更有信心了。西班牙式的小墨鱼搭配土豆泥。吃之前，我要你们把那个柚子的那个酱放进去墨鱼那边先，然后跟它搅拌一下。吃了一口，然后再搅拌那个土豆泥，一起再吃多一口。我觉得那个邦邦卡帮了你，有没有带到西班牙？我等一下才说。小墨鱼的煮法真的是拿捏到恰到好处，哇，真的很软，吃下去口感很好。这个小章鱼做得好，那肯定的。可是这个邦邦卡有没有帮到你呢？等一下让你知道。我觉得两样的口感都很接近，可能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啊！不管是一开始我用柚子来跟蔬菜的部分做结合，或者是柚子再跟马铃薯泥做结合，最后再搭一点的伊库拉，我觉得它每一口给我都是惊喜。那小墨鱼之战到底谁会胜出呢？待会儿分享。Chef 翔能不能把关成功？请公布成绩。在收汁上面，其实它的成果比我预期中的要稍微湿一点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样的一个味道，我胜算还是有的。竹笋它的那个味道真的很重，很难发挥在我那道菜里面。可是，在最后小墨鱼的那个口感，我拿捏的还不错，希望可以拿到评审的青睐。恭喜 Dylan， 恭喜 Dylan。很开心，我成功的把我父亲最喜欢的食材，用不一样的表现方式，更专业的人，然后在他手上赢得了这个认可。Dylan这道菜呢，我觉得综合的很好。唯一我刚才说的那个惊喜，就是我觉得番茄 sauce 做的比较浓稠，加入进去的话会更好。然后这个 Chef 翔呢，邦邦卡没有帮到你，害到我今天。对，竹笋配搭的不是很好。我从外观整体，然后那个摆盘方面，觉得 Chef 翔就是少了那几分钟的时间。如果有那几分钟的时间，可能会摆得更好看。对，我这两个是平分秋色了哈，然后迪伦是稳扎稳打的，所以没有太多的挑剔。那 Chef 翔，我想可能就是一般在西餐的厨师里面很少去处理这个竹笋，而不知道那个竹笋处理的不好的话，造成一些味道方面的影响咯。因为竹笋的味道是很难拿掉的，所以用牛奶是不行。在这里我们失败了。我觉得好像食物不代表只是我们在吃那道菜，你有想到好像饮料的方面，所以你真的有想到蛮周到的。阿翔啊，我觉得你本来要带我去西班牙，虽然没有到西班牙，变成去泰国了。还没有到泰国也是啦，我也不知道去哪里啦，就有点 fusion。觉得你那个 bamboo，I don't mind the flavor。因为在台湾吃类似像这样子的本部的味道，对我们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反应。真要讲，可能就是本部的部分再切小一点就好，把它混在里面，就有点像是酸豆或者酸黄瓜的味道，反而把它的酸用另外不同的方式把它提升出来。那 Dylan， 我喜欢你做了一个香料油，你点进去有种画龙点睛的感觉。我会比较 care 的地方是杏仁果的部分，稍微个头大了一点，尤其你的杏仁果有烘烤过，香气也很足，所以它反而是把 squid 的香气或者口感全部被拉掉。然后还有就是西谷米脆片，可能运气不好，我那一片没有透所以咬下去的时候有点硬，所以这是比较可惜的。那 Chef 翔有什么话跟我们的评审说吗？尤其是师傅的。很谢谢评审的这些讲评，我都会记下来。师傅，等一下加油了！行了。Dylan这个选手，他其实对烹饪很有热忱，姿势很好。其实如果他多加练习，他可以是一个很好、很顶级的厨师。
Chef Teo， Yes，终于要下场了，对对对，兴奋吗？兴奋很兴奋，谢谢。哎，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下去表现一下。不是我，是您的徒弟。是 Dylan， 你的主食材是什么？我的主食材是石斑鱼，哎，这个也是常见的一个主食材嘛，非常常见。那 Chef 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没 ，Dylan？准备好了，请备菜。好，哇，很美丽，新鲜。来，Chef 要什么？牛油、cream、番茄，番茄2条公，他要做酱就不够，这样子公。会不会太多啊？啊，会不会太多？现在我看到我有点怕。要用完它嘞。 Q 一点点 Q 可以啊，2片就好。对啊。哇，这个 Q 很新鲜呢。 It's very crispy。哇，你看牛奶一点。OK， 好。其实我要做的是那个汤是熬出来。Chef 刚才你讲汤呢，啊，它变成干了。棒棒卡叫你只能做干的。那你们好，准备一下。Dylan， 现在算是你在挑战你的启蒙老师，可以这么说吧？是紧张吗？不会，一点紧张都没有。对，因为就是在做我喜欢的东西，跟启发我喜欢东西的人做一个比赛的时候，就是像是在跟他请教多一点。哇，就非常享受这个感觉。没错，你下厨的时间有40分钟，是 ，Chef 他有30分钟。嗯，准备好了吗？好了，准备好了，计时开始。好。怎么会选择石斑鱼呢？就是越简单的东西，其实你要把它做的特别的话是有点难度的。我是想用简单但又更加困难的食材来挑战 Chef Eric。处理这个石斑鱼有特别的技巧吗？就是不能煎过头或不能加热过头，因为它的油脂会流失得快，变得很柴很干，香气都已经离开了它的鱼本身。OK， 所以就是要注意这一点哦。像詹姆斯，如果说处理石斑鱼的话，你有什么见解吗？我们家常常吃的石斑鱼是拿来涮，那你也可以把它凉拌起来啊，都很好。哦 ，OK。我要用这个西米加盐加一点百里香叶，它就会在脆皮上面增加不一样的风味。OK。我看到这里哈，这算是炒吗？还是什么？这是稻草，用它把炸好的这个石斑鱼拿去做烟熏的动作。哦，对，第一次看过挑战者有用这个东西，通常都是阿翔用的。对对。这个东西要拿来干嘛呢？这个是来做乳化酱，就是用这个玉米本身的那个它的里面的淀粉，再加上一点奶油，打发过后，然后再把它混合在一起，它就有一点蜂蜜这样的。蜂蜜对。啊 ，OK。好，时间剩下36分钟，所以炸鱼的温度通常会保持在多少？差不多是160度左右。在中餐厅 Chef Fang，你那边的温度是多少？炸的脆肯定必须要大概就是180以上200。Chef 说180度，你用160度哎。因为我还要再烟熏，所以有第2次加热。烟熏会热吗？会。它这个是叫 hot smoke。哦，这个的话是把刚才搅碎的这个玉米粒，然后把它的渣分离开来，才用下面的这个汁把它的淀粉煮出来。啊，对。Dylan啊，为什么你会把鱼放进那个烘炉里面？先给它用70度去风干，给它表面上一些来自于大海的一些盐分，去把它凝结在上面。哇哦，石斑鱼最好吃的一个部分对我来说是它的皮，如果做得好的话，它有点酥脆的感觉。没有错。那你会做到很酥脆吗？会，为了增加它的酥脆度，所以才加上了这个西米。在场的 chef 有谁尝试过用西米？顶多是用那个沾米粉的。我没有用西米，但我会用日本的那个 omoji， 然后把它用刨丝机刨得很薄。OK， 它煎起来也会脆脆。还有20秒 ，chef 就要下来。哇，好像很久没有动了。 5、4、3、2、1，欢迎 Chef Teo！ 加油加油！
看到你有这个 gelatin， 是这个 gelatin 的用处是什么？做乳化酱的时候，给它 structure 会更加的凝固，不会好像很水的感觉。 OK，Chef， 哎，您还好吗？哎，你这样快过来呀！当然，你现在要做什么？包厢那个汤先，所以我看到你这里有蛤蜊、干贝、江鱼仔，这些都是要提味的吗？就是要做它的汤底，不需要用盐啊，或者是糖吗？不需要了。它跟我的思路是完全相反的，它是以鲜味为主，我是以甜味为主，所以这样的对垒的话，通常鲜味会取胜的几率会大一点，这我就有很大的压力。是，我看你这边食材也不多。哎，敲钟了，敲钟了，敲钟了，关火！哎，还没有煮好，敲钟了。哎，敲钟了，敲钟了，关火！敲钟了，关火！哎，还没有煮好，敲钟了。我在想啊，如果现在来一个交通灯哦，我就回家了。会重复吗？有重复过嘞？有重复的，有啊。好，帮帮卡，请上菜。A、B、C。我选 C。选择 C 就是因为感觉好。没有，其实刚才我感觉是 A，可是叛逆心理。那我们要不要先看 A 啊？他本来想选 A。好对呀，是吗？好，那我们先看 C。好。哟，斑马出走，斑马黑白色哎，黑白拿掉。对啊，黑白拿掉。哇，我一看就是我的 cream 跟我的 milk， 我说这个是完蛋了。在我宣布这个斑马出走之前，我们来看一下 A 是什么。哎呦，幸好哦，早知道你就选 A 啦。哇，这 A 下去就叛逆完蛋了。干嘛？你干嘛？其实我看到交通灯嘛，我甘愿拿 A， 因为我的 60% 的食材，它的口味是那个牛奶跟 cream。斑马出走，正如大家所说的，黑色、白色都要拿掉。哇， OK， 我们来看一下了啊，这是酱油嘛呀，soy sauce 黑，哇，黑白也是很辛苦哎。白这个是 cream， 一个是牛奶。OK， 谢谢。 My God, how to do to make the sauce? Oh no！ How to do the soup? 这个嘞这个不是，因为这个是 vodka， 红酒。那是红它是酒，它不是黑，它是 brown。 ，OK， 这个再拿掉就很残忍了。黑胡椒，那是灰胡椒吧？哎，没听过哎。它没有很黑啊。你去问后面的人，这个是什么颜色？你看他会不会讲黑？黑，是你说的吧？我今天听到说是黑胡椒，这个嘞，这个哪里是黑？我在问而已，不要担心。那个是花，花是什么颜色？它是有咖啡色、有白色、有黑色，有绿色它不是黑色。灰色哦，你需要吗？不需要，我拿来这里做梦。好，我们仁慈一点，这个就留着。哇，幸亏啊，不是黑还是白啊，不然煮不出什么菜。时间继续跑动。哟，唉，Chef 有打乱你的程序吗？你打乱了最重要的就是我的这个汤底。原本我想做一个 nash， 现在你把它拿掉了，所以本来是一个奶汤，变成一个清汤。那我就用新鲜的食材，好像leek fennel 啦、洋葱、蒜头、干贝跟酱鱼仔这几样东西呢，就把汤熬出来。那Dylan石斑鱼有分黑和红，这是红还是黑的？这是红。红跟黑的石斑有什么分别肉质口感不同，红的比较结实。 ？OK，Chef，那你这个鱼需要先腌制过吗？没有，还有没有东西腌的？我不知道你要用什么腌呢？为什么要这样切啊？会比较脆了。你要去炸。炸了放在汤里面熬一下。Dylan，你会腌吗？不会腌，会熏。 OK， 哇，时间剩下21分钟。OK， 你现在是在干嘛？把吉利丁片把它融进去。不过其实这个步骤是我做慢了。如果它冷却的话，它会变成什么样？吉利丁片它就没有办法再融入回去。其实要冷却到一半的时候加进去，可是这个食物是可挽救的，就是回去加热，然后再拿去冷却。这个的话，其实它不会浪费我太多的时间。其实说真的，我没有什么压力。为什么？因为什么都不用放嘛。 OK， 就是没有盐，没有糖，什么都没有，就是他们吃原汁原味就对了嘛。时间剩下15分钟。是的，充裕吗？充裕。哇，他好像在做 bartender 嘞 ，yeah mixologist。对，而且这个围子一定要起来的。优雅。这个的话是等一下用点缀的一个油，它是增加一个很多石螺的香气。好，现在就可以开始炸了。160度，就已经过高了。过高你可以再补一点油进去。 13分钟。
哦，其实你沾这个西米粉的时候，对你只沾肉皮，你不沾。对皮的话，其实我还想保持它被油接触，然后它会把它的油香给煎出来。 OK，对，它有没有腌它的那个鱼啊？没有，因为它的鱼挺厚的。如果没有腌的话，里面怕没有味道。但是 chef 也是没有腌呢。所以他没有办法啊。哦，腌对吧？他说为什么你的鱼不腌一下？其实我就是要它鱼原本的鲜味，所以变成我尽量会保留它的油脂感。 OK，对，现在这个稻草啊，你会加一些什么东西进去里面一起腌吗？干的百里香，你这个稻草是哪里买的？从马来西亚吉打州寄过来的。哎呦，有分别吗？这个的话，因为它那里盛产稻草，所以其实它收割过后，这是它剩下的副产品，所以也算是废物利用嘛。对，没有错。 OK，这道菜还会配搭酒吗？会，其实像这道的话，因为它油脂丰富的关系，我选的是高香型的白葡萄酒，哪一个国家的白它葡萄？是意大利中部 Tuscany。哦，OK。像 Daniel，对，你对 Chef Teo 这样的邦邦卡影响一下，你会期待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 Chef Eric Teo 是做得到的。而且我记得上一次在英文的3把刀，那时候他也做了一份汤，我还记得多好吃。哇哦 ，Chef 听到吗？应该什么都没听到。 Chef Eric 你很棒，做的东西很好吃。哇，听得到了，谢谢你哦，哇，这个鼓励很鼓励啊。Kevin，你可以帮我闻一下那个鱼吗？闻一下鱼哦，它还没有烟熏呢，哦，还没有哦，我在想，我忘了这个步骤，前面的事物导致我后面开始分神了，没有办法集中在我的身上，我就看到哎，我要赶快结束，我要赶快结束，这样的一个想法让我赶快跑去排盘。没有烟熏的话，它会有很大的影响吗？会，油脂的味道就没有办法被提出来。它要熏的话，大概要熏个5到7分钟，刚好这5分钟可以救回我这个失误。当然，如果没有人提醒我的情况下，它确实也是我第2个致命的错误。现在 Chef，你这个鱼炸好了之后就可以摆盘了吗？没有了，这样快。还没有，因为其实剩下4分钟而已。好，我知道。 OK，虽然这个鱼是没有调味料，可是这个鱼煎的刚好，外脆内嫩，配着这个汤去熬一下就很好吃了。其实我觉得这样是很健康的。点了，你要不要跟我们说你的 private dining 的那个故事？ Private dining 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跟人家分享怎么样享受你杯中之物的一个地方，所以变成是说我把对酒跟食物的理念在那个地方交到给下一个人。好，你现在的话可以了啊，进来了。你直接去闻它会被呛到。闻到的味道就有一点像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啊，校工啊把那些草啊全部堆在一起，然后点火烧的那个味道。哦，类似。好 ，Chef， 30秒，最终 Chef 要把这个汤淋上去嘛哈。汤是没有淋的，那你要拿一个罐子装吗？呀。 OK，10秒。Come on，Come on， 6、5、4、3、2、1，时间到。我的胜算有多高是要看敌人做得多好。如果敌人有什么差错，我就胜。到最后比较慌乱的情况下去完成它，可是味道方面，我个人是打90分的。基本上不管什么邦邦卡都难不倒我们的大厨。想请问一下 Chef Teo， 你这道菜名是什么呢？原汁原味石斑鱼，就把汤倒进去，直接享受。因为那个汤可以代替整体的那个味道。 OK， 因为你少了盐嘛，少了盐啊，有人讲得对，真的是原汁原味啊。这道菜要改名了，不叫原汁原味了，那叫什么啊？多汁多味。当然鱼是少了一点咸味。对。其实，在烹饪的时候用天然的调味料，其实也是很健康。呀，肯定。就比如说，就是这个干贝啊，或者是江鱼仔，不需要盐也是很好吃的。对，非常健康，完全就是原汁原味啊。幸好是有那个蛤蜊，鲜度跟咸度灌注到这汤里面去，所以吃起来是格外鲜。其实做菜能做出那个鲜味出来啊，就是达到那个层次了。我觉得你先要谢谢 Dylan 带来这么新鲜的一条鱼。哎，对。这道菜里面展示你的技巧，还有你的经验。哦，谢谢您。烟熏油炸石斑鱼，佐香草玉米粒与玉米五花酱，它就是配搭甜玉米粒与旁边这个酱一起去吃，才喝一口白葡萄酒。白酒是有特别帮到你这道菜。是的，它其实是为了提升这个烟熏的感觉。上面的那个sago我觉得是多余的，因为鱼本身的皮那个表层它有淡淡的脆。是。
那个石斑鱼呢是炸的挺 OK 的，你看里面还有一点那个油脂。烧菜的构思想法非常的好，这个尝试很大胆。简单的食材去把食物的味道提出来，这一直都是蛮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的单纯是我喜欢的。你用了2种不一样的技巧来烹饪，应该是想再打下一场吧？是。Chef Teo 的这把刀会不会落入 Dylan 的手里呢？马上揭晓。石斑鱼皮的脆度没有到我要的标准，但是酱料方面我是有信心，它的调味跟它的呈现是一定可以的。这道菜汤头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代替盐、糖跟胡椒粉，所以我要每一个部分做好它。少了，日子还好过吗？哇，轻松多了，没有东西煮了。3分钟了，Chef。加油加油，阿斌！鱼熟了吗？哎呦，差一点呢，再煮一下啦。梁师傅，哟 ，Chef，哎，你的食材好像不是很多哎，拿太多，等一下我看我。哇，那么快，什么都还没有放哎，刚刚洗完手而已，就要一个。